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周日被问及对削减对华关税的看法，他声称拜登政府不应该取消这些关税，并且还认为对华加征的关税并非对中国的惩罚或制裁，它的存在是为了维持贸易公平。但实际上，动辄以行政措施干涉自由市场，动辄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外国企业，美方自诩公平站不住脚。实际上，美国国内，包括拜登政府内部，几年来一直有不少声音要求削减加征关税，因为数据显示，这些关税的绝大多数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并且增加了美国企业的成本，推升了通胀水平。《华尔街日报》还曾报道了拜登政府内部对加征关税的分歧，指出财长耶伦等人也支持削减部分加征关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告诉深圳卫视记者，他在与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等美国主流智库相关研究人员内部交流时，对方曾多次表示，不论美官方如何巧言善辩，真正的利益损失都是美国消费者在承担。那现在他又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说我为了创造全球的公平的竞争和贸易环境，实际上是为了拉拢更多的盟友，意思是我是在为全球谋福利，但实际上就是在打击中国。所以这个说辞虽然有些变化，但真正的利益损失其实是美国的消费者在承担。美国劳工部上周公布最新通胀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通胀仍在蹿升，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8.3%， 高于市场预期的 8.1%， 华尔街股市随即大跌。然而，美国总统拜登周日在接受美专访时，仍自信地告诉美国人，他有能力能控制通胀。No, I'm tell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at we're going to get control of inflation. 不过，拜登的盲目自信并不为美国民众所接受。根据美联社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有 71% 的美国人认为本国的经济状况很糟糕， 72% 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雅虎财经新闻栏目更在节目中指出，拜登对美国经济的盲目乐观让人目瞪口呆。I thought the most stunning part of the interview, to pivot a little bit, was his downplaying of inflation. But that may have been Joe Biden's worst answer as a president,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a 40-year high for inflation. The month-to-month number should certainly not be his emphasis.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American people who saw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groceries, that thing they feel the most, that will come back. I'm still stunned. 美联储已经多次强势加息，以求阻止美国经济由通胀陷入滞胀。但桥水基金创始人、联合首席投资官瑞达利欧警告称，如果加息到 4.5%， 美国股市将会遭遇估值和盈利双杀。亿万富翁、有酒店之王之称的前喜达屋集团首席执行官巴利斯特·恩利希利要求美联储停止加息，以避免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以及引发的失业潮。The economy, if you look anywhere, is already slowing. I mean, consumer confidence is terrible. And the CPI, the data they're looking at is old data. I mean, the economy is breaking. He's paying higher rent. He's actually paying more for food, and he's paying more for gas. I heard one banker tell me they had $2,200 in their average money will be drain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So nothing the Fed is doing is going to change. They're attacking the economy with a sledgehammer, and they don't need to. 美联储大幅加息，推高美元指数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让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承压，输入型通胀高企。斯里兰卡政府遭遇的财政危机就是其中的一例。世界银行也不点名批评美联储加息不负责任，令许多国家正处于危机的临界点。华尔街日报则注意到，恐怕即使是日本、英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无力对抗美联储加息的压力。这些经济体捍卫本币的努力基本失败，汇率已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总是有国家因为美联储加息而倒下，这个主要的原因和逻辑其实很清楚。美元作为全球的支付货币和储备货币，当它进行一个大放水的时候，全球的市场流动性都是在变得更加宽松，而进入加息周期之后，美元肯定会回流到美国，美元指数走强之后，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就会持续的走跌，而国际资本又会从新兴市场流出，而这些市场肯定会遭遇比较大的一个冲击。五角大楼敦促美国防务公司与中国供应链脱钩，您觉得能脱得成吗？美方强推的所谓脱钩风会成为常态吗？美国一直在这个推动这个对华经济脱钩，实际上呢还包括各个层面的。实际上从特朗普政府以来呢，
这个脱钩呢，实际上是美国的政府的一个这个既定政策。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并没有改变这一态势，而是继续沿着在核心领域、关键领域，甚至在关键技术层面，都是这个寻求对华这个脱钩的这个做法。美国的主要脱钩的目的，我可以说是一方面，它是为了打压这个中国的这个发展势头，打压的同时呢，来维持自己在世界经济、世界科技当中的这个主导和优势地位，这是它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可以说，脱钩正是美国进行对华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需求在的话，那么它在这种关键领域、关键技术推动对华脱钩，然后它这种需求就是存在的。另一个，如果美国即使通过这种措施也难以恢复它这个维持自己的霸权、维持自己这个核心和优越地位的这种信心的话，那么他们这种推动这种对华脱钩的这种心理因素也会持续的强化。美联储周2、周3将召开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外界猜测将继续加息推高美元，如此举措能打压美国通胀。美国通胀问题，实际上这个呢，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就是拜登政府对通胀的判断呢，实际上原先他认为美国这个通胀不存在这个长期这个发展的这种基础，但是后来呢改变了，现在呢就说对这个通胀的判断呢又发生这个，所以呢这个美联储呢加息进程已经听成4轮，现在第5轮这个都马上也要提上这个日程。但是呢我们知道，真正推动美国这个通胀高居不下的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大家知道有这个美国自这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他先后通过了这个经济救济法案、基础设施投资法案，所有这些法案，它都是一种巨大的这个财政投入。那么在注这么多水的时候，它总额可以达到6万亿美元。在未来10年内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它怎么可能不引起这种物价水平的普涨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乌克兰危机来造成的这个能源这个紧张，所以这又增加了这个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那么美联储加息，我们可以说它没法对症施药。所以呢，我们说它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动作。只为了这个美国一己之私，让这个资金回流美国，而给世界带来灾难，这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这个长远和总体增长。